闺蜜中奖说她养我，我发朋友圈炫耀，后半辈子有人养了。老板半夜发消息，你要辞职，他给你多少钱？他给你多少，我给你双倍，别走。他怎么养你？你和我说说，没准我也行，别辞职。我摸着下巴思考，老板有未婚妻的呀，他想干啥？让我当小三？我真诚地回复他，老板做三不上班，上班不做三，人没有精力同时干2样工作。睡觉前闺蜜给我发消息，宝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让你帮我挑了一个数字，彩票中奖了？他给我发了截图，中了500万，最后一个尾数是我给他选的。宝，这奖金有你一份，宝贝，以后我养你，明天我带你逛街去。从他的话语中很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喜悦的情绪。谢谢宝贝，以后靠你了，亲亲。我把我俩的最后一句对话截了图发了朋友圈。以后有人养了，最喜欢吃这种毫不费力就能得来的软饭了。随手和老板发了消息，老板，明天我想请1天假。然后锁屏继续睡觉。梦里我和闺蜜2人胳膊挎着胳膊，戴着墨镜，吹过我们头发的风都飘着500万的味道。身后几个穿着白衬衫但是不系扣子，随着风吹有意无意露出8块腹肌的男人给我们提着各个品牌的购物袋。早上睡醒时微信炸了，半夜2点的时候老板回了消息，沈文周，刚开完会收到你的消息，最近不是很忙，想休息就休息吧。沈文周，怎么突然要请假？身体不舒服。沈文周，不舒服就好休息，虽然我还在外国出差，但是我的私人医生在你家不远，如果你有需要我让他随时过去。沈文周，唐若恩，你发的朋友圈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没有男朋友吗？沈文周，忽然有男朋友了，他要养你，你要辞职。沈文周，男人不可信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不要轻易为了一个男人辞职，还是认识不久的男人。沈文周，我想了一下，最近工作比较多，抱歉，我不能允许你的请假需求。半夜3点。沈文周，他给你多少钱？沈文周，他给你多少，我给你双倍，别走。沈文周，他怎么养你？你和我说说，万一我也可以呢？商量商量，别辞职。我摸着下巴思考，老板有未婚妻的呀。当初高薪把我从上一家公司挖过来的时候，听见有人讨论说老板有未婚妻，千万要和老板保持距离。他想干啥？让我当小三？我真诚地回复他，老板做3不上班，上班不做3，人没有精力同时干2件工作。老板秒回我，做3不上班，我也不能为了当你小三就不上班了吧？这么大公司怎么办？呵，我笑了，他好装啊，多么大的公司！1年前把我挖过来，公司一共就5个人，老板、前台、保洁，我一个小画师，还有一个跟着老板跑的司机老陈。我都怕这公司哪天突然一下倒闭了，偏偏他还经常飞国外开会。我都怀疑我进的是不是诈骗公司，经常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做3个方案，方案交给老板后，老板就飞到国外开会。1年了，一个合作商的面我都没见过，要不是每个月准时给我8000块钱，加上各种奖金数目还算可观，我早就跑了。沈文周，你就说他有多少钱吧。我回500万，我吓死你。沈文周，才500万，等我回去我给你1000万，不许辞职。他好狂啊，才500万，500万的形容词是才，这已经是很多人半辈子都挣不到的数字了。等等，我 CPU 有点烧，他说他要给我1000万，还不许我辞职。我有1000万，我为什么还要工作呀？真是笑话。沈文周，上飞机了，回去说。闺蜜戴嘉欣打来电话，宝贝，下楼啊，反正我也已经和他请了假，大不了扣我1天工资。我屁颠屁颠的跑下楼，找到了他的车。你也请假了？欣欣冲我一笑，我把老板开了，早就不享受那鸟气了，加班时间快比上班时间长了，反正手里有钱，换个轻松点的工作。闺蜜做销售工作，短短3年有车有房，每个月的工资还了贷款，剩不下多少，她每天确实很累。我也开始思考起来我要不要辞职的问题。戴嘉欣开车到了我们平时根本来不起的商场，闺蜜对我说，姐妹，今天买东西不用看价钱，喜欢就拿下。他太帅了，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这笔钱是他的，彩票是他买的，我也就只选了一个数字。他可以坦然的和我说，这笔奖金的存在是对我的信任，我不能因此得寸进尺的一再向他索取。我这人本来就比较宅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公司和家里2头跑，这种全是奢侈品的商场我还是第一次来，刚进门的香水味就呛得我有点发晕。闺蜜抬头突然眼神发亮，我去，帅哥。我跟着她的视线抬头，哪里？闺蜜指着挂在商场里的大幅海报，一款即将上线的游戏，4个卡通形象的帅哥大大的挂在商场正中央。只是我看这几个人越看越觉得有点眼熟，而我再次确认了闺蜜的视线，她的目光并不在这几个卡通形象上，而是他们背后的男人。一张男人的照片，我不敢置信的去核对照片下的名字，原由娱乐策划人 CEO 沈文周。坏了，他看起来好像真的有1000万的样子。闺蜜逐渐花痴，这也太帅了吧，你说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财运和桃花运一起来？我撇撇嘴，屁的，他不长这样。海报里的沈文周笑起来很好看，带点温柔亲和，确实很帅。可是现实里的沈文周冷漠无情，说话简洁，雷厉风行，让人看见他就想离他800米远。你认识我老板？认识沈文周之前我只是一个画漫画的，后来画漫画的钱养不活我，就找了一家小工作室画插画。沈文周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微信，就连我当时的老板都推荐我去他那里，和我说沈文周的公司多么大，多么有机会。我知道这不就是变相开除我吗？无所谓，有钱挣就行，工资翻1倍。我签了沈文周给我的3年劳动合同，被他的司机带到现在的公司，我才知道前任老板的画饼技术有多绝。沈文周每周都会来1-2次，办公室很小，小到沈文周没有自己的办公室，只是坐在我对面的豪华办公桌前，一坐就是1天。他来的时候我都不自在，老板坐对面，我手里还没工作的情况下，也完全不敢摸鱼，只能画一点之前还在连载的漫画，装作有事做的样子。每次我担心公司会不会倒闭的时候，月底的最后1天总能在上午10点时收到1整月的工资，让我安心。工作人员拉开帘子，欣欣转了一圈，宝贝，这个裙子好看吗？还行。我满脑子都是沈文周的样子，因为我刚刚去搜索了一下他的名字，简直震惊。一般没有人上班第1天去搜索软件里搜老板的名字吧？只要收到工资，大概没人在乎他的身份吧。
一整天我心神不宁，总在担心我那么笑话沈文周会不会被开除。回家的路上，沈文周发了消息，在哪？我让闺蜜顺路把我放在公司楼下。闺蜜吓一跳，你们公司不是不加班吗？有点特殊情况。我给沈文周回了消息，公司。不到半小时，公司的门被推开，我坐在工位上老老实实的等他。他伸手扯了扯领带，眼里都是疲惫。说清楚。我想到了今天的问题，如实的回答他，我没打算辞职。他轻吐了一口气，很好，但是这个公司不是公司？我低着头不敢看他，紧张的抓着衣角，我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很显然沈文周也没听懂，什么意思？你外边有其他公司吧？有几个。他点头。那这个公司是离你家近，你上班方便清静。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发过的朋友圈，请赐给我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还不用和人社交的工作吧。我还以为是菩萨显灵，没想到是因为沈文周显灵。他轻扣了一下我的桌子。不过我也确实想和你商量一下，你愿意去总公司工作吗？公司有安排的宿舍，游戏下个月就要上线，我可能没时间再过来了，都听老板安排。好，这周还有3天时间可以搬家，找搬家公司的钱我报销，下周你来总公司，地址微信发你了。沈文周转身走得利索，我吓得都忘了问他1000万的事儿了。搬到了老板发来位置的地址，输入他给我的密码。大平层，2室1厅，大阳台，窗外是江景，傍晚时透过窗户看外面像一幅油画一样。不愧是沈文周，选的地方都这么有格调。不敢想象宿舍的待遇这么好吗？比我之前自己花3000块租的房子不知道大了多少倍，装修也很简洁有格调。老板，你确定这是宿舍吗？沈文周，宿舍没地方了，这个房子有人住，但是不经常去，你可以当做合租。谢谢老板，那等宿舍空出来我再搬过去。沈文周，这个小区很安全，安心住。家里一个房间关着门，我把行李放进了旁边开着门的次卧，把次卧收拾出来住下。周一我骑车到了沈文周发给我的大厦，还不知道具体在几楼。刚进大堂，一个女人迎过来找我，是唐若恩吗？我点点头，是的。一个穿着黑白色紧身连衣裙、烫着卷发大波浪的女人冲我微笑，我没忍住打量她一下，头发顺滑带着光泽，连衣裙商务却不暴露，裙子刚过膝盖，精致的皮质高跟鞋，淡淡的茶香型香水会随着她的动作飘来一丝。这个女人真是从头精致到脚。沈文周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吗？她很有气场，硬扯出来一丝僵硬的微笑。我叫方言，是沈董的助理，负责沈董对外女性业务的工作内容。沈董让我在这里等您，请和我来吧。等电梯时我问，不好意思，之前都忘记问了，我工作在几楼啊？你的工作区域在27楼，沈董在28楼。我忍不住感叹，居然有2层，好有钱。原来我的前任老板居然没骗我。方言一愣，不是2层，是1栋，这栋大厦都是沈董的，不过20楼以下是其他业务，20楼以上才是游戏板块的工作区。我没克制住吸了口凉气。他带着我到28楼，敲响了董事长办公室的门，里面有男人开门，还是熟人。又见面了，若恩。他冲我微笑，这不是天天跟着沈文周跑的司机老陈吗？虽说喊他老陈，但是他好像比我还小2岁。他礼貌地伸出手，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沈董的特别助理陈涵。他打开门后看到左右为一张办公桌，2张办公桌往里走，还有一道大门。陈涵和方言一人一侧推开大门，示意我进去。好家伙，大沙发，巨大办公桌，超大落地窗，阳光洒进来，照得整间办公室金灿灿的。在这间办公室工作的话，没有人不喜欢上班吧？这间办公室比之前整个小公司都大，原来这才是沈文周办公室，我在漫画里都不敢画这么大，真是见世面。沈文周在电脑屏后面微微侧头，来了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，1000万给你支票，方便取吗？我有点怂了，不用了老板，都是开玩笑的。他抬眼盯着我看了几秒，开玩笑的？你不是说有人要给你500万养你？他没有500万了。我低头扣着手指，扣了税就剩下400万了，拿出去150万还了剩下的车贷房贷，就剩250万了。沈文周忽然带着心疼的眼神看我，既然是开玩笑的，那就准备工作吧，游戏快上线了，这个角色组长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呢。可是我没做过组长啊。他把钢笔又盖了起来，放回抽屉，让方言教你，你的水平没问题，相信自己。方言又带着我去了27楼，方言在前面走，我跟在他后面，一路上遇到的人都会客气的喊一声方特助。方言只是点点头，像是我看过的电视剧主角一般。独立的办公室，这一层都只为了其中一个角色服务。方言带着我走到独立办公室，门上贴好了牌子，组长唐若恩。方言走后，我坐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。这办公室并不算太隔音，隔壁茶水间的谈话我能听得一清二楚。看见今天新来的人了吗？好像和沈董有关系，以后做事小心点。沈董不是有未婚妻吗？我听说就是方特助。不会吧？可是他们看起来不亲密呀。这不是在公司吗？肯定不会太过分。不过听说唐组长和沈董的关系也不一般呢。沈董点名空降来的。茶水间里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开口，原来方言就是沈文周的未婚妻吗？没有人会不喜欢方言那种人吧？就连我一个女人都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目光。没工作干就把辞职报告拿给我审批，工作时间是让你们用来背后讨论人的吗？方言的声音响起，吓得我也跟着一激灵。办公室的门被敲响，我小跑过去给方言开门，没想到门外不止方言，还有沈文周。欢迎你来，今晚我请客。老板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也许有人不想聚餐呢？和外面那一群猜测我们关系的人吃饭会很不自在的。沈文周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，只有我们4个，再拒绝就太不给老板面子了。我微笑着开口，好啊。方言拿起手机，我去预定。沈文周关上了办公室门，别误会，方言不喜欢男人。我看向他的眼神瞬间多了欣赏。沈文周默默地翻了个白眼，别瞎想，他也不喜欢女人，他的脑子里只有工作，工作狂，女强人，无辈楷模。我看他的眼神更欣赏了。晚间的饭局上，方言和陈特助似乎对这种和老板一起吃饭的现象并不奇怪，我也就渐渐放松了下来。这个角色本来就是我画的雏形，怪不得之前有一笔项目奖金那么多。
我这人本来就不太擅长和人交流，正常工作还好，可是平时他们聊其他东西的时候，我完全参与不进去。我想过沈文洲的公司不小，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大。来之前我以为每个人忙自己的工作就好，没想到有这么多时间去聊别人的八卦。我只能给戴嘉欣发消息吐槽，我好像果然不适合大公司。宝，累了就辞职。我现在手里这点钱虽说不多，但是养你10年8年饿不死还是没问题的。而且我装修的时候给你留了房间，你过来包吃包住。这个世界不能没有闺蜜，欣欣谢谢你，有你在我就好多了。但是这个项目没完成，我没办法做到撒手不管，等结束再说吧。工作内容熟悉的很快，方言和陈特助都很照顾我，每天方言都会带我一起吃早中晚餐，他说这是公司福利。只是偶尔沈文洲不忙的时候，晚上也会带着陈特助一起。方言和陈特助都不拒绝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只不过接触多了才发现，沈文洲不是印象里那么清冷严肃的人，他很严谨，很理性，很冷静，但是脾气性格算得上稳定温和，很少见他对人发火发脾气，那只存在我的想象中罢了。有的时候我会猜想，什么事情能让沈文洲着急呢？他好像看起来对什么都很无所谓的样子。周末休息时打开漫画软件，后台跳出来很多催更消息，大大什么时候更新啊？换到现在的公司2周，完全没时间摸鱼，不光是业务忙，人也多，生怕被别人不小心看见我利用工作时间画画。之前在那间小公司的时候，每周摸鱼都能更新2、3章，现在居然2周零更，都怪那个榜一大哥，礼物打赏的钱比更新全勤的钱还多，养成了一个忙起来就不按时更新的坏毛病。在评论下面回复道，最近工作有点忙，我会找时间更新的。周末紧急赶出来1章传了上去，没想到周一沈文洲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，在楼下工作方便吗？要不要来这里工作？他什么意思？我没回答，他又继续，我的对面可以放一张办公桌，像之前在那个小公司一样吗？他是怕我又听到别人在茶水间说什么八卦吗？谢谢老板，我很习惯。如果感觉工作多的话，可以和我说，适当的休息也没问题。怎么感觉他今天莫名其妙的？但是我依然点头答应。好的，老板。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又猛烈，我看着打车排队的60多人，莫名有些烦躁。平时还能让欣欣接我一下，偏偏今天他去城西面试新公司，下雨堵车，等他回了城东，估计我也排队上车了。下雨了，唐小姐和我们一起走吧。陈特助招呼我，我下意识拒绝，不麻烦了吧？沈文洲淡淡开口，顺路。我笑得很僵硬，谢谢老板。陈特助的车停到地下车库时，栏杆自动打开。沈文洲看着陈特助，你先回去吧。我顿感尴尬，老板，倒是也不用送我上去。沈文洲已经自顾自地按了电梯。之前我说过，你当这房子是合租就好，合租室友今天因为下雨，所以选择就近的这套房也很正常吧？你是说这套房是你的？我惊讶的说话变得结巴，因为之前他说当做合租就好，所以被关闭的那间卧室门我从来没有打开过。之前租第一套房子的时候，也曾经住过5人合租的房子，男女都有，倒是不奇怪。只是和老板住一起，好像是有点奇怪的。他在电梯里笑了一声，按了18楼和19楼。逗你的，你住的是我姐的房子，我住你楼下一层。老板，你还会开玩笑呢，好幽默。我微笑着鼓掌，心里暗暗说一句，真吓人。他出电梯前回头看向我，我姐夫是外国人，他们一家现在在国外生活。前段时间他孩子要出生，所以去的勤了点。这房子现在没人，放心住吧。夜晚雷声大的吓人，难得想在雨夜早睡一会儿。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沈文洲打了电话，帮我去看一下电闸。我迷糊的问了声，楼上没停电吗？我开了一下床头灯的开关，没有啊。太久没过来，可能是欠费了，你来帮我重新插一下卡可以吗？我可以说不可以吗？只是嘴上还是没出息答应了。好的，老板。随手拿了件外套，走楼梯通道去了楼下，输入他刚发来的密码，电卡就放在了进门的鞋柜上，拿着电卡到外面的电箱重新激活一下电闸，再次拉开门，房间内滴滴滴滴各种电器重新被打开的声音。映入眼帘的是磨砂玻璃，后面映出一个人影，里面传出来哗哗的流水声。怎么会有人设计的浴室正对家里大门呢？水声关闭，沈文洲披着浴巾从磨砂门后面出来，头发还在滴着水，和平时端庄严肃的造型完全不一样。他出来就站在浴室门口和我对望，谢谢，我刚刚不太方便，麻烦你了。我的眼睛不自觉地顺着他的腹肌往下滑，等反应过来时，只想大喊一声啊！我转头关上门，快速跑回了楼上，看着手里的电卡，我拍了拍脑袋。第二天回家坐电梯时，又遇上了沈文洲下楼扔垃圾，他先开口，刚回来，我做好了饭，一起吃。好不容易今天方言有事没拉着我一起吃饭，回来居然又碰上沈文洲做饭。不用，我点外卖就好，家常菜随便吃一点吧，就当感谢你昨晚帮忙。我就是这样，一旦有人邀请2次，我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了，我的嘴只允许我拒绝别人1次。好，我跟着沈文洲回了他家，从包里把那张电卡拿出来，又放到他的鞋柜上。之后沈文洲总是会在方言不喊我吃饭的时候偶遇到我回家，然后邀请我一起吃饭，也难为他每次想各种我不好拒绝的理由。1个月时间过去了，游戏正式上线，我的工作内容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，首发热度很高，沈文洲每天都在外面做各种宣传。他把我喊到了楼上，唐若恩和我一起。老板，你不是有2个助理吗？他们的工作都很忙，你和我去。一个简单的采访，想去介绍一下你设计的人物初衷吗？我看着那些话筒和摄像机，摇摇头。那你在后台等我。沈文洲从善如流地应对着那些记者提问的问题，工作中的他好像有一种特殊的魅力，让人把目光放到他身上，不想离开。采访结束，沈文洲回到后台，我给他递过去水杯，走，回家吧。沈文洲开车回了小区，我习惯地按了18楼和19楼。沈文洲又取消了19楼的按键。不吃饭了吗？平时都是沈文洲先回家，等我到家的时候都已经做好了饭。今天我们一起回来的，哪里还有饭？他抬起手表看了看，我让厨师提前过来做了，现在应该已经做好了。到他家里时，餐桌上确实放着4菜1汤。我去厨房拿了碗和筷子盛汤，沈文洲回房间换下他的西装，穿了轻松的家居服出来，好像嘴被养刁了。今天的菜吃起来居然觉得一般般。
吃过饭后，沈文舟看着我，下周宣传工作就结束了，我们可以谈一谈了。我有些莫名其妙，谈什么？谈一下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。沈文舟自顾自地开口，既然他破产了，你又不告诉我他怎么养你的，我只能按我的方式来了。衣食住行工作工资都给你安排好，还有哪里做得不到位吗？按照我对你的了解，感觉你更喜欢从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感。如果你想不工作也可以，我完全尊重你的想法。眉间有一丝烦躁，好像是困扰了他很久的问题。还是你真觉得我当你的小三就不能上班？你真不想我工作的话，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培养我外甥，大不了让我姐垂帘听政，就是把公司业务挪到海外有点麻烦。他当我的小三，好小众的话语，我重新理解一下。我打断他，你外甥多大？3个月，你放过他吧。如果非要逼我在工作和爱情里选择一个，我选你。我抬眼认真看他的表情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你说的有人养你了吧？如果你认为你和他之间不是爱情的话，那我承认我多想了。好大的乌龙！我笑，不是爱情，是友情，是亲情，那是我10多年的姐妹。沈文舟不可置信地停了2秒，姐妹，一个女人。沈文舟又笑着摇了摇头，我感受到他好像不是在开玩笑，问：那老板你喜欢我什么？我这么普通。我想起方言，那样的人和沈文舟站在一起才合适吧？沈文舟怔了一下，你都忘了？忘了什么？沈文舟拿出手机，点开微信背景往下拉，是一张老虎的卡通形象。这老虎真眼熟，好像是我第一本漫画的角色。沈文舟是我的粉丝？不对，这个老虎是用一个颜色画出来的，不是我的手稿。沈文舟又去书房里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支粉色的彩色铅笔，铅笔的尾部刻着 N 的字母。这是我的笔。沈文舟看我还是没想起来的样子，摇摇头，又翻出来一张照片。照片里的小女孩是我，旁边哇哭的小男孩。我对比着手机，又抬头看了看沈文舟的脸，忽然有一段记忆闯入脑海里。游乐场里，妈妈把我放在一个长凳上去买冰激凌，长凳另一边坐着一个小男孩，他也自己一个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坐着坐着就开始哭。我走过去扯了扯他的袖子，小弟弟，别哭了，我给你画画好不好？我比你大，我是哥哥。哎呀，那不重要啦，你喜欢什么？我给你画一个。我拿过书包，翻出来画本和笔。小男孩想了想，看着我说，我喜欢老虎，最厉害的老虎。我给他画了一张卡通小老虎，他哭得更厉害了。老虎不是这样的。可是当时的我只会画卡通画。那我给你糖好不好？这个糖可好吃了。我从口袋里翻出一块水果糖，我看了看身上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若走吧，我们去玩旋转木马。妈妈拿着冰激凌冲我招手，这支笔送给你吧，你喜欢什么就自己画一下，别哭了。我把笔送给小男孩，就去找妈妈拿冰激凌吃了。我指着照片问，这是你？他点点头。我妈答应了我1个月要去游乐场，不过她工作一直很忙，终于有时间带我去的时候，刚进去就被一个电话叫走。我妈去了旁边的餐厅接店员去工作了，我闹脾气不肯跟她进去。我问她为什么不能等回家再工作，她说只有最厉害的老虎才能掌握别人的命运，她还不是。我知道她也不想在游乐场把我扔下的，所以我把老虎画成可爱的样子的时候，她才那么生气。第一次连载画的就是童话森林，森林里没有弱肉强食，都是一群可爱的小伙伴，他们每天一起泡澡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爬树，一起跑步，一起出去玩，是一个梦幻又可爱的世界。不过那时候年龄太小，那本漫画并没有挣到钱，真正挣钱是从第2本漫画开始，一个名叫老虎是可爱的吗的大佬天天在我更新的章节里刷礼物，把我刷成了当月礼物榜第1。从那以后我才被人知道。我一下子反应过来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画的？毕竟能把老虎画这么丑的不多。我捶着桌子，老虎不能可爱吗？沈文舟拿过我的手揉了揉，如果有人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他会变得乖顺温柔，也许也会可爱。沈文舟番外，终于又找到他了，把老虎画成这样的也就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吧。自从发现了他的账号后，每天放学回家等着更新是我最平常不过的事情。看着森林里的那帮小动物们可以生活得那么和谐，我觉得就算等我当上老虎的那一天，也不会让其他小动物加班的。这部漫画没有更新很久，这个账号就停更了。账号再次更新的时候就换了另一部新漫画，画的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和他之间又有联系了。听说他现在因为缺钱去找了工作，我就每次在他更新后给他刷最贵的礼物。我找到他的老板，花钱买断他的合同，把他控到我的公司里来，这样好像我们的距离会变得更近。怎么漫画不更新了？难道工作太多了？过去问问。真到了公司又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只是和他对坐着就挺好，看他这样装作忙碌的样子还挺有趣。没想到晚上到家的时候却显示漫画更新了一张。我登录老虎是可爱的吗？账号熟练地刷了2个最贵的礼物。第2次去公司时，晚上回家又更新了一张。我觉得不是巧合，每次等得着急就会去公司坐一坐，晚上就会收到一张更新内容。这小丫头上班时间坐我对面摸鱼，胆子不小，但是能看到新更新的漫画，原谅她了。有人养她？怎么养？养一个人还会让她工作吗？她要辞职怎么办？看到她朋友圈的一瞬间，我的脑海里闪出了好多问题，很久没有产生过这种着急却无能为力的念头。我只能赶紧打出一句，别辞职。这个小丫头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刚认识的男人愿意出500万养她？不重要了，反正我更有钱不是吗？如果她喜欢钱，那我就用钱把她留住。听起来她并没有想和那个男人分手，但是也并不介意多一个人，只是她的要求好苛刻呀，想当她的小三还不能上班，是怕我工作太忙不够时间陪伴她吗？之前还在考虑怎么让她来总公司工作，又怕她看见这么多人不自在，没想到这么好说话。走的时候太高兴，忘记把1000万给她了。她来公司报到的那天，我又把支票拿出来给她，支票应该可以让她自由分配这些钱了吧？没想到她竟然告诉我她的那个男人破产了，也不知道是破产了还是这个傻丫头被骗了，500万说没就没。傻丫头，擦亮眼睛看看，还是我更靠谱一些吧？怎么才能让她过来呢？微信突然收到一条欠费预警，电费账户只剩下10元钱了。有了，大晚上的开着空调、跑步机、电视机，把各种需要充电的设备都插上电源。
刷着手机上的电费一点一点往下掉。2个小时后，只剩下最后1元钱的时候，又把刚刚打开过的各种电器关闭收好，去浴室里冲了个澡。刚打开吹风机，停电了。我拿出手机打开微信，又担心他万一看不到微信消息怎么办？想了想，还是打电话吧。大门的声音解锁，我听到他进来了。没几秒，房间里的灯又恢复了光亮。我从浴室走出来，起了逗弄他的心思，就站在浴室门口直盯盯地看着他。看到他脸红着落荒而逃的样子是有点可爱的，我是不是有点冒昧了？不过这才是我印象里的他，灵动、可爱、充满活力，和公司里那个唐罗恩一点都不一样。看来还是要多制造几次工作之外见面的机会。我习惯地在睡觉前打开那幅画风幼稚的童话森林漫画，脑海里却一直不停出现他今晚的样子。能在我最难过、最孤独的时候让我看到那样一幅温暖漫画的女孩子，一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全文完。